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2月21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月1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99.98，收盘价是208.31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08.44，最低价是在197.50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1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2.137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93 倍，量缩。KD 值，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向水平方向发生转折，开口变小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回升。MACD 快线的方向依然是向下，开口变小。那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，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仍然在多头的趋势中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2月1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中绿 K 线，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出现回档的位置。这样的一根 K 线啊，它是止跌的信号 K 线。那能否止跌成功，要看日后股价是否跌破这根 K 线的最低。那一旦日后的K 线收盘价跌破了这根 K 线的最低呢，那我们说股价将会出现继续回档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2月1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第一个可能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，收盘价在198附近。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过206的。那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给出了是2个方向，一个是会出现下跌，收盘价会在192.5附近。它的条件是当日股价是不可以高过201的。那另外一个方向会出现横盘向上，收盘价会在205。实际在2月17日收盘价是在208.31，出现了横盘向上。那虽然我们预测的收盘价与实际发生的收盘价在点位上有一些差别，但是它的本质是相同的，也就是收盘价收在5日均线值的附近，或者是5日均线值的上方。那这为股价继续反弹打好了一个基础。那刚才啊，我们从 K 线信息的解读说，当日生成的这根 K 线是止跌的信号 K 线。那也就是说，后续呢，股价会有上涨的可能，但是不足的是，当日的成交量啊，并没有出现量增，那也就是说，买盘没有跟上。那日后如果出现上涨呢，我们认为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叫做放量上攻，对，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，出现一个大的增量，然后才有可能出现一个上涨，否则这样的一个K 线呢，有可能是一个诱多的 K 线，对。好，那么我们继续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那我们先从上行开始，也就是这样的 K 线预示着股价有可能向上，也有可能向下。其实每日的 K 线啊都会给出这样的一些判断，对的。那我们说，在2月21日股价上行的目标
就是217这个水平线，依然是它。那股价如果能够站上217呀，说明我们会看到一次回档，二次回档。那后续如果能够站上217，那会说明回档成功。回档一旦成功，又站上了这样的一个前高，那我们说股价会开启一波新的上涨，也就是继续上涨。那我们说，或者说我们说回档成功，还有一个点呢，我们也要说明一下，如果突破217呀，也证明它是突破了一个盘整区。我们会看到从2月13日这根 K 线最低187和2月16日这根 K 线最高啊，它构成了一个横盘区，包括2月9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从2月9日开始一直到今天，那股价一直是在这个区域横盘，所以站上217啊，不但说是说明回后上涨成功，那也可以称为是突破了这个横盘区域，所以呢。这样的指标会促使股价开启新的一波上涨。好，这是我们要补充说明的。那股价一旦开启一波新的上涨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37，是这条水平线。那在站上这条水平线之前，200日均线值就是压力。那基于我们以往这些分析啊，说股价一旦开启新的上涨呢，我们认为接下来一定会测试237，对，也就是突破了217，后面股价应该是能够达到，或者说到达237的，好，那237这个目标如果被站上，那接下来第3个目标就是313，是在9月2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对，那么继续向上，我们会看到这个我们自己定义的3号趋势线，是由2022年4月6日和2022年9月21日定义的这个头低的趋势线，它将会成为一个比较大的阻力。好，那对于313这个目标啊，我们等股价站上237以后，我们再去讨论。好，目前上方的2个目标是217和237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股价的回档。股价在2月21日如果继续回档，那它的目标依然是187。那在到达187之前啊，我们说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会到达188，所以我们会看到股价继续回档，要到达187呢，20日均线值也会到这个地方，因此这第一个目标啊，成为了股价下行的非常强的一个支撑。对，当然我们说，如果在目前的收盘价208说继续回档呢，那当日的这个止跌信号的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197.5，它也将成为支撑。所以股价继续回档会有这2个支撑。那如果一旦187被跌破呢，我们说接下来的目标依然是162，也就是1月31日这根回后上涨齐涨的这根 K 线的最低。那当然我们会看到这个趋势线会成为支撑。那对于162呢，我们等股价跌破了187之后啊，我们再讨论。因为我们现在判断在187这个位置是非常强的支撑，原因是20均线值会提升到这个地方。那我们在前几期视频多次提到，20日均线值一旦被跌破啊，
股价将会转为空头。对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说这个位置应该是个强支撑，我们等跌破了它之后再讨论162。好，这是股价下行的2个目标。那对于2月21日在盘中，我们给出一个观察点。实际上对于2月21日啊，说是否止跌成功，或者股价能否向上突破，我们其实是要看217和197的。站上217会出现一波新的上涨，跌破197.5呢，股价会继续回档。所以这2个位置是特别关键的位置。那除了这2个位置之后啊，其实我们说到现在，这2个位置也有可能会成为后续股价盘整的一个小的区域。对，所以对于2月21日，我们给出一个，再给出一个点，就是在207附近，我们把这个水平线上移到207。207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下限，也就是说，在盘中我们要关注，股价是在这个5日均线值上方运行呢，还是在它下方运行？因为在5日均线值上方运行是容易突破的，在5日均线值下方运行，它是很容易继续回档的。所以在盘中我们要关注207这个水平线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，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在接下来的这部分内容当中呢，可能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，因为涉及到操作呢，我认为而且今天会有新增的操作。所以我想把每一个操作都表达清楚。由于我们这样的频道视频它是一个单向的输出，所以我只能说到我认为大家能听明白为止。所以会持续很长的时间。好，我们来说第一个操作是在1月17日收盘价131建仓，然后在1月23日143这个地方有加仓，在1月26日收盘价160附近有加仓，在1月27日收盘价177这个地方或许会有加仓，在2月1日的收盘价181附近有加仓。好，然后在接下来的交易日，我们股价一直是上涨，我们没有给出操作建议。然后在2月10日这根 K 线跌破了5日均线值，可能会有仓位会获利出场，也就是盈利出场。然后呢，如果一直守停损呢，我们会看到，是在当日是没有被出场的。然后在接下来几个交易日，如果一直是守停损，也是没有出场的。但是在2月16日当天，当然2月16日的停利和停损的位置，我们是在之前的一个交易日结束是给出的，也就是在2月16日，我们把当日的停利的位置和停损的位置合并了，也就是说，由于这2个点位相差比较近，所以我们在2月16日给出的只有一个是停损的位置，对。那么在2月16日，我们给停损的位置是在187，对。
好，那么在2月16日，我们是把停利和停损的位置呢合在一个点位上，也就是在200这个位置。那当日呢，股价的收盘价没有跌破200，所以是继续有持仓的。那到了2月17日，我们给的停利的位置是204，停损的位置依然是在200。对，所以目前依然没有出场。好，那对于这样一路操作过来，仍然有持仓的，在2月21日，我们说停利的位置是到了207附近。207是我们测算的5日均线值的下限，也就是收盘价如果跌破了207，就可以停利出场。那对于2月21日，我们给出的停损位是在197.5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对于2月21日，我们要从之前的200这个位置，停损位在200这个位置，要下移到197.5。这是我们给出的停损的位置。我们说说为什么要从200下移，因为我们从刚才的分析来说，如果这样的一根 K 线啊，是一个止跌的 K 线，信号 K 线，日后很可能会出现上涨的。那如果是上涨，对于我们给出的这2个停利和停损啊，并不重要，因为我们是看多，股价一定会上行。那我们设立停利和停损，就是防止股价下行的。那对于股价下行呢，我们认为它一定是要跌破，也就是要瓦解这个止跌的信号 K 线，所以说它一定要跌破这个197.5。对，那多头是要守这个位置的，所以说我们要将这个停损位啊，要下移到197，以防止什么呢？就是在2月21日继续出现一个含有长长下影线的信号 K 线，然后收盘价会依然收在前低的上方，例如在198附近。那这样一来，因为我们操作是在临近收盘或者收盘之后，所以这样一来，我们就不会被停损出场。那日后有可能股价会继续上行。对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要将这个停损的位置从200下移到197.5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对这样的一路操作过来。当然，这样一路操作过来，还有一个操作是一直没有建仓，直到在最后一个加仓的位置啊，我们说是在181这个位置。那181这个位置到目前来讲也是账户的余额是盈利的状态了，所以它的止损叫停损也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补充说明这样第一个操作。好，我们说第二个操作。第二个操作就是在这样的上涨过程当中一直没有建仓，然后在股价回档的时候，我们在2月13日的这根蜻蜓线，我们给出了第二个操作建议。那第二个操作建议呢，在这一轮操作上，我们还给出了仓位管理的一个信息，也就是在当日是可以进场抢反弹，但并不是进场做多。抢反弹是要随时会出场的。抢反弹的目标，我们在当日说的是在200附近，对。也就是在次日股价在盘中上涨到200的时候，
如果设定了一个反弹的止盈，也就是获利出场，那在200就已经出场了。当然还有没出场的，说我想持有这个仓位继续做多，有可能就没有出场，那就会第二日的收盘价会到208，所以我们说在2月13日进场是抢反弹，抢反弹的止损位是当日 K 线的最低，是在187。那建仓的这个仓位呢，应该是5%。那么到了第二日，如果没有止盈出场，一直持有股票，在2月14日的收盘价是在209附近，我们给出了加仓的建议，也就是在这个地方继续加仓20%。那也就是在这个位置，账户当中累计应该是有25%的持仓了。好，这是第二个操作。那我们会看到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呢，股价是上涨的所以我们由于股价一直虽然是上涨，但是呢并没有实际盈利，所以我们一直给的是止损位，直到2月17日，我们给的依然是止损。在2月17日，我们给的是止损位是200，所以这样一路持仓过来，现在目前依然是有仓位的，并没有被止损出场。好，对于这样的操作，我们说在2月21日，由于账户我们会看到收盘价在208依然是应该是账户余额是有小小的亏损，那么对于2月21日仍然是止损，那止损位就是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我们要从前一日的200也是止损位，要下移到197，理由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。好，这是这样的操作。当然还有对于这个第二个操作建议呢，我们说还有一部分仓位呢是在这个地方没有进场抢反弹，然后呢在2月14日我们说加仓的位置才刚刚建仓，但是在当日我们提出的是建仓，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20%建仓的，建仓一定是小仓位试仓，是5%。对，那5%在这个地方建仓，我们说到了2月21日仍然是一个小的亏损状态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建仓的止损位也是在197。197我们要比前低197.5稍微低一点。对，这样一来呢，就是应该会更加有保障一些。对，设的低一点。但是我们说这个止损位不是在盘中，而是在即将收盘的时候或者收盘之后进行的手动操作，也就是手动止损出场。因为一旦你在盘中设定止损，股价一旦出现一个下跌，然后再拉回来，那你已经被止损出场了。对，然后后续股价再继续上涨，这是非常不当的一个操作。所以我们说的止损是手动盘后、收盘后或者收盘前的1-2分钟的手动操作。好，这是我们提的第一个操作建议，第二个操作建议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给出第三个操作建议，就是基于2月17日这样一根止跌反弹的信号 K 线。那在2月17日的收盘价是在208.31，在这个附近是可以进场抢反弹的。请注意，我们说的是进场抢反弹，之前所有的进场操作在这个地方是不可以加仓的。这是对于新操作要进场的。那在这个点位上
进场抢反弹应该是5%进场，对。然后呢，目标位我们说应该是在214，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如果在盘中设定止盈的位置应该是在214下方一点点，因为我们认为在214这个地方会遇到阻力，对。那进场抢反弹的目标位是214，然后止损是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197.5，不是197，是197.5。好，那么如果在2月21日说我抢反弹，即使到了214呢，我继续想持有，那我是看多的。那刚才我们已经讲了，那一定把止损位一定要设好，是197.5。好，这是我们给出的第3个操作建议。那目前我们给出的继续持仓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呢，就是没有被停损出场。那我们看的目标就是217，然后是237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描述。好，应该是说全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还要有说明，还有说明呢，是针对于我们目前一直在提出的这样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啊。我想说明，我们提的这么多建议，并不是要带盘。那同时呢，也想说明大家也不要跟盘。因为无论是带盘还是跟盘，最后一旦出现失误呢，都会有很大的损失的。你比如说，如果把我们的操作建议现在看作是带盘，那就目前来说，我自己看到的这些操作建议，都是没有出现问题的。那当然我会沾沾自喜，我会非常的高兴，可能越说会越有信心。然后呢，如果您是跟盘呢，您听着也会越来有信心，然后您在操作的时候呢，可能也会看到账户当中会有盈利。那这样一来，您就非常信任这样的一个带盘的这个人，是吧？那这样一来呢，一旦出现大的问题，那很可能会出现亏损。那我这样说呢，并不是说不担责任。首先说做这样的视频呢，我们在说明当中都会提到免责说明，就是免去法律上的责任。但是呢，做这样的节目呢，给出这样的操作建议，其实从我个人内心，我是要有责任心的，因为这么多人听这些信息，可能会被洗脑，可能会被认同这些东西。那我认为我还是要有一定的责任心去，就有责任的，对，虽然是免去了法律上的责任哈。那因此呢，我想说明的就是，大家不要理解成是带盘和跟盘，而要理解成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给出这么多操作建议，是为了大家在听完这些信息之后啊，然后呢，通过这一些实例的一些实证，让大家能够建立起自己的操作系统和自己的预警系统。对，那对。这样一来呢，就是说我们把这样的说这种叫做股市上的这种操作，我们可以称为是一种游戏。说如果一旦自己的系统建立起来，又有预警系统，然后呢，在通过实践的过程当中呢，又能够得到一些收益，或者说是能够让自己的一些判断呢，事实上又能够
证明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，这样会给我们带来很好的一个体验。所以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，大家听我说的这些操作上的建议，这是我个人的操作系统。所以我想大家通过这样的实证的练习呢，能够看看能够自己建立自己的操作系统。对，因为再说，比如说像我们现在，例如现在最后一根 K 线是2月17日，我们说的是2月21日的走势。这在 K 线技术当中，其实好像有这样一名词叫走图。那通常走图在培训班的练习呢，它是都拿出一些例如说回后上涨、过前高等等这些，它是拿出一些以往的例子来去做说明的，而以往找的这些例子都是已经发生的，然后它来证明回后上涨、过前高，然后继续上涨，去证明这些。但是我们这里的所谓的走图是前方是未知的，所以我们想说，通过这样的我们每日的这种，如果有时间去练习呢，我觉得会比看那些以往的实例呢会更有挑战性，因为这是一个实战。对，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否表达清楚了，就是我们要每个人建立自己的操作系统和预警系统，这样就会有一个独立思考，因为一旦跟盘，你就不会有自己的思考，那很可能会出现带盘的人出现错误，跟盘的出现的损失会更大，因为随着你的操作，你会越来越相信带盘的人，对你的投入可能会越来越多，一旦出现失误呢，会有很大的问题的。那你比如说，如果我们，就说我们怎样，就是比如说你这个频道提出3个实例了啊，那我们怎么练习呢？在这里我也想，因为现在是周末哈，我也想给大家能够再给出一个实例，比如说我们看苹果股票，苹果，好。大家不要看我现在上面画这个辅助线，我记得这个辅助线应该是之前很早的时候画的，我们可以把它去除，这个辅助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。好，例如我们说我们刚才说的特斯拉的3个操作建议，那我们回到我们可以看到苹果，说苹果现在在这样的一个位置，我们就从这样一根 K 线蜻蜓线是变盘向上的 K 线。过前高一定会继续上涨，跌破前低可能股价会下行。好，其实我们根据那个节目，我们看苹果股票，可能我们也可以这样解释。那接下来说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操作呢？这个地方是止跌的信号 K 线，我可以抢反弹。那在这个收盘价我就可以进场，然后止损我可以守这个蜻蜓线的最低。对，然后那我说在这个地方进场抢反弹，我目标是什么呢？目标就是它可能要回补上方的缺口，但是我们大家不要忘了，上方可能会有5日均线值，它不会反弹很高，那到5日均线值可能会有压力的。那我在这个地方入场抢反弹，我可能会在缺口的上沿，我就会获利，就会出场。对，假如我继续想看多，想继续持有呢，我认为它日后可能会站上5日均线值，那我继续持有，我一定把止损位设好，设在这根蜻蜓线最低。其实，所以我想说，如果依据我们在视频当中经常提到的一些分析啊，或者一些操作的建议啊，就是我们如果刚刚接触 K 线技术的咱们的朋友呢，可以拿另外一只股票去做练习。你比如说，我继续说，像这样的一根 K 线，如果股价说继续回档呢？为什么说继续回档呢？因为当日如果是低开，上方10日均线值会是压力，或者说如果继续向下呢，我们会看到它一定是要回踩20日均线值的。那我们说，一旦股价会下行，在20日均线值可能会遇到支撑。
对，那么遇到支撑，很可能再会在这个地方生成一根更低的一个位置的蜻蜓线，然后呢，回踩一下20日均线值，再向上。对，那这样一来，就是说它有可能再出现蜻蜓线，它的收盘就不会跌破前低啊，然后有可能后续会继续向上啊。那这样我们如果在这个地方抢反弹，我们止损守在这个位置，那日后如果上涨，那可能我们就会逐渐，随着上涨我们会逐渐加仓。那加仓我们的概念也说了，我们的目标一旦说5%进场之后，后续能够加仓，我们的目标就是加到全仓，也就是50%的资金量。那一旦加到50%的资金量呢，那我们应该就是在盈利的状态了。那一旦我们是盈利的状态呢，我们就要从全仓加到满仓，也就是从50%加到100%啊。那我们会看到，如果是这样一根上涨，我们自己有了自己的交易系统，我们说这是回后上涨哈，超过前高，我们可以5%进场啊，守的是这根 K 线最低，或者说是50%成本线，然后第二天马上出现了一个变盘向下，没关系啊，我们继续是守这个50%，或者甚至守更低啊，但是我们还是5%的持仓，我们并没有叫做再去加仓啊，这个损失我可以承受啊。那再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我们会看到在1月11日，这是前一个交易日1月10号又出现了蜻蜓线，是变盘向上的。接下来是量增上涨过前高，那这样的 K 线一定是标志着股价上涨啊。那我在这个地方是可以20%加仓的。对，那20%加仓，当然我们就会计算停利或者停损的位置等等。那一路向上，我们会看到，在这个地方量缩有可能不会加仓，在这个地方不会加仓，但是在这个地方有可能会继续加仓啊，或者这个地方也是加仓点啊，这是回后上涨，虽然没过前高，但是过这个前高了啊，所以当然我说的这就是我们的走图，走图呢我们是事后论，那都是我说的这些都是以符合我们自己的交易系统来说的，对。所以这些呢，其实都不作数，我们只是说我们的交易系统，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是是可以证实的。那我们自己练习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就是我们一定要实战，实战就是我们从这根 K 线开始向后走。那如果我做练习的话，我可以买一股苹果股票，现在收盘价是152.55，我就可以在这个地方进场。那如果我守停损呢？守止损，对不起，止损，我守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150.85。那如果止损出场，我买一股，我只损失$1嘛？那我可以通过这样的练习，可以练习我的交易系统。对，所以在这里我想说，我给大家给出的这些操作建议呢，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去练习，然后做自己的交易系统。再啰嗦，我们再说大盘，我们再看大盘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。对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，为什么我们要看它呢？因为我们要看特斯拉股票，我们要看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。那我们为什么我们还没有说今天的叫做预测哈？我们今天预测会预测特斯拉在2月21日会上行的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会看到大盘这是一个蜻蜓线，是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。对，那它是在盘中一度是跌破20日均线值，然后呢收盘又回到这个地方，所以这很有可能股价会继续向上。但是我们认为股价不会上升的很多啊，这个指数不会上升很多，因为上方缺口10日均线值、5日均线都是压力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如果这是一只股票的话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可以进场抢反弹的，止损我们会守这个最低，对。然后我们再来回顾，如果我们向前看，说我们的停损的位置怎么设定呢？我们为什么要守收盘的停损呢？举个例子，那股价
或者说，如果我们把这个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看作是一只股票的话，在2月15日收盘过前高，有量增，这我们要一看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那很可能要攻上面的这个目标的，是这个位置。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我们看不得了啊，它是一个收盘价在这个地方，当日的开盘价是在这个地方，是大幅的低开，然后在盘中这个指数是上升，然后最后是收到低位的。那在这个地方交易日，我们说要向上，我们停利说守5日均线值，但是如果是这根 K 线，我们的这个停损守在什么位置呢？停损如果现在我说的是事后论，但是在当日如果我来守停损，我是守20日均线值的，我不会守这根 K 线最低，我要把我的停损的位置升上来，升到这个位置。那在2月16日，我们会看到当日它就是你的持仓根本就不会被叫做停损出场，但是如果我们盯盘，那会吓死人啊！这是一个大幅的低开，然后出现这样一个叫做下跌。对，然后我们继续说这个例子。那对于2月16日说出现这样一根 K 线，那我们会说这个地方可能会出现一个长红 K 线啊，它一定是要跌破这个点的。那这个时候，我们认为我们如果是停损，我们因为说到停损，我们一定是已经获利了，所以我们依然是守20日均线值啊。那在次日开盘，我们会看到是跳空的大幅的低开盘，然后我们会看到在盘中股价是到达了这个位置，但是我们的停损位是什么呢？是设在20日均线值这个位置，那收盘价又回到了20日均线值上方，所以我们的仓位依然是没有被停损出场的。那我们继续持仓，目标就是它会不会是一个回后上涨成功啊？对，所以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呢，它应该是被每一个交易日的实际发生的情况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实战，才能练习的。如果您看之前的这些走图呢，您都会用那些概念去找图，对，而我们说的实战是我们要用这个实例来证明我们的交易系统。好，这是我在这里举的例子。说这么多就是想向大家就是关注我这个频道的朋友呢，就是您不用就是也不叫不用，当然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天天看我的视频才好了哈，这样我不但能够得到收益呢，还能够得到鼓励哈。但是呢，您可以即使您是断续的看我这个频道的视频呢，哪天有时间有兴趣的时候呢，您可以看看，来逐渐的看看能够自己建立自己的这个交易系统。好，我们回到特斯拉，我们继续把辅助线调出来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看2月21日特斯拉股价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对于2月21日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207到210之间，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217.65，第三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0日均线值是在223附近，下方的支撑。那我们说其实刚才我们提到这个5日均线值啊，既是支撑又是压力。下方的支撑，我们依然说第一个是5日均线值，是在207到210因为5日均线值是包括了前一日的收盘价，所以一旦高开盘，甚至跳空的高开盘，
5日均线值就是支撑。但是如果是低开盘，那5日均线值将成为压力。所以呢，今天的压力位和支撑位我们都会给出5日均线值，对，都是5日均线值。好，那第二个支撑呢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在203到205附近。虽然10日均线值和5日均线值比较接近，但是今天我们并不合并它，因为这两个值呢，应该是，还是对于2月21日我们要区分的，5日均线值是个比较重的标志。好，再接下来第三个支撑就是前低197.5这个位置。第四个支撑是20均线值，是在188附近，当然还有这个水平线187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2月2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两个可能，第一个可能我们会给出两个方向，一个方向叫股价有可能会出现放量上涨，放量上涨就是出现一个大的成交量，然后呢股价会大幅上涨。放量上涨它应该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11，在这个位置。上方最高会到达223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20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它的条件在当日必须是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是不可以低于210的，也就是这个地方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小的缺口。好，另外一个方向是遇压回档。如果是遇压回档，那么股价有可能也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上涨最高会到达214，在214这个地方会遇到压力，然后股价会掉头下行，最低下方我们认为有可能会到达203.5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04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它的条件是当日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17的，是不可以高于214的，对，这是它的条件。当然再加上一条件，就必须也得是跳空的高开盘，对的。好，那这是第一个可能。第二个可能呢，就是我们说股价会继续反弹或者继续上涨。如果是这样呢，它有可能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最低会到达205，在这个位置。上方最高会到达214，然后呢，收盘价会收在213附近。那它的条件呢，当日必须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呢，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0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继续反弹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2月2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